综艺上突发低血糖，我死死盯着影帝手中的棒棒糖，哆哆嗦嗦地走向他。我翻了白眼，嘴里还不停念叨着糖糖，给我吃一口。影帝以为我是变态，瞬间清冷皱眉，不行。下一秒，我一头栽到影帝腿缝，当场晕了过去。影帝大惊失色，瞬间一个劲把棒棒糖往我脸上捅，给你还不行吗？你出来！好像使影帝总是带着糖，难不成是初恋喜欢吗？综艺直播，主持人正抓住机会向石之南抛出疑问。石之南身边顿时聚集了周围人火热的目光。石之南叼着糖，他眼神一暗，表情似乎对这个奇葩问题感到好笑。当然不是，石之南说得很坚决，是小时候车祸留下的心理创伤，医生说吃糖会缓解，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依赖，最近正打算戒。弹幕顿时松了一口气，主持人这问题故意在挖坑吧？某些想蹭石之南的胡咖可以醒醒了，听见没？我们哥哥不绑 CP。说你呢？唐眠，别盯着石之南看了，口水收一收 ，OK。我站在角落，心不在焉地听着石之南的发言。突然脚下发软，眼前一黑，坏了，低血糖发作了。模糊中，我盯着石之南手中晃来晃去的糖，顿时两眼放出伽马射线。石之南还在回答刚才的问题，而且我没有初恋。不过吃糖确实可以让心情变好，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多尝试。他话还没说完，我用尽最后的意识，哆哆嗦嗦地盯着石之南，摇头晃脑地走过去。一共2步路，我走得阴暗扭曲。那一刻，我的眼里只有糖，糖，糖，给我吃一口。我意识不清，但嘴里念念有词，抬手就往石之南嘴里扣。石之南的惯有笑容凝固在脸上，所有人都安静了。愣了2秒，石之南下意识震惊地张大嘴巴，但这个动作正巧给了我可乘之机。我一抬手，顿时直捅石之南嗓子眼。3金影帝直播当现场当众干呕，弹幕都沉默了。反应过来之后，石之南差点把手里的糖扔了3米远。他以为我是变态，刚想开口大喊保安，下一秒，我正对着他，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进了石之南的腿缝。石之南下巴再次掉在地上，弹幕炸了，卧槽，这是什么？谁捅我们家之南嗓子眼？牛逼！老铁，人类已经进化到能从别人嘴里抠糖吃了吗？一个糊糊用这种方式碰死影帝，真无语了，卧槽！他怎么还跪下了？我只能说，这会员没白开，抠嘴女大战吃糖哥，刺激场面过于炸裂，在场所有人都没感动。石之南面对镜头佯装淡定，但转头拿出棒棒糖，手忙脚乱的凭感觉往我脸上捅。唐眠，给你糖还不行吗？你给我出来！我是被石之南摇醒的，眩晕感袭来，睁眼第一件事，我转头吐了石之南一身。当晚经纪人打了上千个未接电话，直接把手机 CPU 干废了，而我荣获20条热搜。井号石之南直播被疯狂胡咖袭击，心疼。井号唐眠装晕登月碰瓷影帝石之南。井号唐眠黑料紧急，唐眠滚出娱乐圈。我眼睁睁地看着黑热搜越蹦越多，心情极其操蛋。突然叮咚一声消息音响起，明天准备开机的萌宠综艺导演见风使舵，毫不留情地把我除名在外，就连发布会都没通知我。而石之南圈内单方面封杀我的消息，也被经纪人如实送达。字面意思就是石之南拒绝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公共场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瞬间原地起跳，什么？这可是我近期应酬来的唯一一个综艺，如果不能参加，我一定会被我爸要挟而被迫继承家族公司，跟自由含泪拜拜。石之南他凭什么这么排斥我？难道就因为我当众钻了他腿缝吗？我气不过，瞬间想找石之南理论，顾不上经纪人的夺命连环扣，也顾不上放下我怀里抱着的猫。我抬手打了一辆车，就直冲节目发布会现场。闪光灯汇集，罪魁祸首石之南正拿着6、7个话筒在镜头前言笑晏晏，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只有我知道，背地里石之南是多么的小气，对手无寸铁的娇弱女演员赶尽杀绝。萌宠综艺发布会现场，所有现场明星身边都带了自己的宠物。我正准备等石之南结束采访，然后好好讨个说法。恰巧此刻，我爸打来了不怀好意的电话。哟，听说糖宝贝被综艺除名了，怎么不说话？乖宝受欺负了？没事，爸立马砸钱给你现造8个综艺，咱看谁不顺眼踢谁。真的，只要糖宝贝回来相亲，接手爸爸的家产，乖乖变成爸爸手中的小提线木偶，我啪一下就按掉了电话。转头看向台上强横封杀我的石之南，他笑得灿烂无比，我瞬间气得头发都快冒烟了。理智在脑海中暂退一脚。嘈杂的观众席霎时响起我怒气冲冲的叫喊声：石之南，你唐眠想干什么？昨天他还没碰瓷够，唐眠给我死，同意扣1，不同意抠眼珠子。
他怎么还没滚出娱乐圈？真服了！怎么有这种狗皮膏药？观众席所有人纷纷转头看向我，全场都沉默了。我瞬间就反应过来，石之南和我之间的咖位有多么悬殊，而我这样质问，无异于当众自杀。我当即话锋一转，挥动手臂，花痴一笑：“石之南，好帅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石之南复杂的脸色。我咬牙切齿地坐回了观众席，暗暗低皱，脸都丢完了。为什么跟石之南沾边的事都那么倒霉？我欲哭无泪。我只是想参加那个宠物综艺，不回去当我爸的奴隶，怎么就这么难？我看向怀里的奶牛猫，偷偷发泄：为什么？为什么石之南非要跟我过不去？我那是低血糖事发紧急，凭什么封杀我？能不能像个男人？能不能？小奶牛突然白了我一眼，爪子啪堵住了我的嘴。下一秒，它唰一下就冲出去了。卧槽！我的猫正朝着石之南的方向狂奔，目标很明确。小奶牛冲上去，一巴掌扇歪了石之南的哈士奇。小哈吓了一跳，扯紧牵引绳，嗷嗷跑。石之南瞳孔震惊，但他震惊得太早了。在石之南木讷的眼神中，我的猫转头冲着石之南就挠过去了。尴尬的是，下一秒，他单爪挂在了石之南的裤子上，侧面裤边诡异滑落5厘米，面积不大，但足以使石影帝泪洒当场。画面一闪而过，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石之南腰间的守护甜心纹身。石之南深吸一口气，一把揪住猫猫的后颈，眼神邪恶。场下安静的可怕，而我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3步跑上台，我一拳就挥过去了。给我死！医院！石之南在呼吸机上悠悠醒来，生无可恋。身旁医生看向我，一拳真能把人打晕过去。我急忙辩解：不是，我跑太快绊倒了，根本没打中他。医生瞬间迷茫：那石先生怎么变成这样的？我心虚偏头，可倒地的时候没看清，一屁股坐他身上了。看向在病床上仍旧带着杀气的石之南，我内心突然有点愧疚。我把买的花放在石之南床头，还殷勤地端来了粥喂他喝。我笑得春风灿烂，极其狗腿。石之南，抱歉哈。石之南瞥了粥一眼，淡淡道：怎么，有毒？什么话？什么话？我有这么恶毒吗？有。我努力压制住想打人的冲动。喂完粥，我满脸堆笑地开口：石影帝，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那个综艺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您看能不能？不行，我笑容僵在了脸上。为什么？这不公平，我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我话说到一半，石之南突然瞪大双眼，震惊地看向我：你什么都没做？唐眠，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吧。抬眼看到石之南急促的呼吸以及直逼130的心率。OK， 我或许是做了点什么，但是这个综艺真的很重要。真的，我不能去参加的话，就要回家继承家产了。石之南嘴角猛抽，我感觉那个滚字已经到他嘴边了。他忍得很辛苦，不行，没商量。石之南紧接着说，而且那档综艺我是策划人。唐眠，你就是说什么都不行。我紧攥的拳头在颤抖。一听这话，瞬间怒气爆炸。石之南，你以为你是谁呀？天天叼着唐装裤，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吗？我呸！再说了，谁家好男人腰上纹守护甜心啊？我骂了半天，对面一点动静没有。再一低头，石之南已经被我气绝过去了。卧槽！我狂按护士铃，但石之南半点动静都没有。我以为他被我气死了，吓得当场跪地，重重磕了3个响头。不是我干的，求你死了别来找我！一抬头，石之南缓缓睁开眼，他摸出手机放在耳边：喂，保安。是的，我房间有个变态。那天石之南病房前贴了大大的警示牌，唐莲和奶牛猫不得入内，至于吗？我不服，我胡汉三女士永不退缩。但是结局可想而知，我被华丽的拒之门外。终于有一次，我在石之南公司外看到了他助理，我死缠烂打，他同意帮忙，我直接就是一个喜极而泣。不一会小姐姐出来了，我期待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她笑笑：唐小姐，之南说您一定是找错地方了，精神病院出门右转。很好，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3天后，我苦逼地坐在了唐振国先生安排的相亲餐厅。最苦逼的是，这家餐厅遍地都是石之南的代言。本来按照赌约，只要再参加那档综艺，我就再跟滚回去管理公司了。奈何半路杀出一个石之南，直接把我的春秋大梦干了个稀碎。此时此刻，看着桌面海报上那张臭脸，我拿起叉子对准石之南眉毛下面那俩蛋，我就一阵猛戳。戳到一半，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欠揍的声音：哟，唐小姐搁这儿2次创作呢。我一抬头，手里的叉子戳得更猛了。代言人心灵过于丑陋，有伤风化。石之南停在了我旁边，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一张帅脸上没安几个好心眼。一个人来情侣餐厅，
关你什么事？石之南也不生气，他故意激我，该不会是因为我的代言你才来这的吧？你在意我？我当场就跳了起来，你做梦！我男朋友马上就来，而且我男朋友沉稳礼貌，有谈吐，帅的掉渣，才不像你这个小人。石之南点点头，男朋友听着描述比我大，我条件反射，你指哪？吹捧虚构的男朋友，我格外心虚，想赶紧打发走石之南。可，石先生，我们很熟吗？我最爱我男朋友了，你少在这搭讪。但石之南一动不动。我急了，你再不走，我要给我男朋友打电话了。石之南笑着点头。我咬牙切齿，骑虎难下，不想丢面子。我视死如归地掏出手机，一个语音就打出去了。半秒钟后，石之南的手机响了。我当场石化，颤抖的嘴唇开始结巴。我的相亲对象，你是悲伤猪大肠。石之南面无表情的屁股往对面一放。瞬间一个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是的，狂野母蟑螂，我就是你帅的掉渣的男朋友。妈的，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报警，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吃了屎一样。石之南明知故问的挑眉，怎么了？唐小姐不是最爱我吗？好想死。还有，谢谢刚刚的夸奖，很真实。我攥紧的手在颤抖。没事的，没关系的，一辈子很短的。我深吸一口气，拿起包转头就走。走到一半，想到还没完成唐振国先生交代的 KPI， 我眼一闭，认命地转回头去，笑一个，谢谢。我凑近石之南的懵逼脸，就比了个耶。石之南，然后我头也不回。等等，石之南清澈好听的声音突然叫住了我。我一愣，狐疑转头，商量的事情怎么样？疑惑的眼神代表了我此刻的心情。有事求我。石之南点头，是什么？我尾巴瞬间就翘上天了。折磨石之南的100种方式刷一下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一屁股坐回去，开始眯眼嘚瑟。说吧，什么事？石之南识相地推过来一杯冰水，态度极其诚恳。爽！我二话不说拿起来，狂饮一大口。你做我女朋友？噗！我勒个洞！你是不是在水里下毒了？我来不及刹车，一口水全喷在了石之南脸上。石之南冷眼拿纸慢慢擦拭，额头青筋突突直跳。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没开玩笑，愣了一下，我瞬间冷笑，我懂了，你垂涎我美色。唐年，别逼我骂你。石之南盯着我看了很久，被我发现后，他眼神一顿。作为假扮我女朋友的条件，除了综艺可以参加之外，还有酬金。我一头雾水，为什么是我？石之南没说话，直接甩了一张聊天记录。老妈，给你1个亿，必须给我把唐年拐回来。哈，石之南淡定耸肩，可能是因为上一代之间的交情吧。我沉默3秒，眼珠子咕噜一转，酬金55分。石之南笑了，唐年，你怎么不去抢啊？哦，那46，我6，石之南6，成交。我手一伸，石之南扔过来一张支票。紧接着，我拿过石之南的手机，开启视频电话。喂，阿姨，你好漂亮呀。对，没错，我是石之南女朋友。哎呦，乖宝，叫什么阿姨？叫妈。妈，我瞥了石之南一眼，只见他神情不自然地偏了头。电话一亮，我心安理得地收起了支票，转头看向石之南，我笑得灿烂。拜拜，前男友。石之南瞬间有些愣，唐年，你这叫什么意思？这叫你短暂地拥有过我，然后我把你踹了。我潇洒转头，身后传来怒吼声，唐年，你给我回来！下一秒，我撒丫子狂奔。手机突然收到我爸发来的消息，唐宝贝，你跟石之南在一起了。思量3分，为避免以后数不胜数的相亲，我果断回复，是的，我很爱他。宠物综艺开机，所有人都在议论那个空降的神秘女嘉宾是谁，听说是石影帝亲自请来的，好期待呀！只要不是唐眠那个蹭咖呼呼，谁都行。听说唐眠好像要退圈了，我只能说皆大欢喜。这毒瘤早该滚了。石之南表情没有什么波澜，让人捉摸不透。流量小花林田贴到石之南身边，轻轻安慰：“之南哥，别担心，这次录制不会有唐年了，你不用担心他故意找事。”对了，林田用手挡着嘴巴继续靠近。听说唐年已经滚出娱乐圈了。他话没说完，我面无表情的脸10倍放大，出现在了他面前。我冷笑：“哟，姐们，你舌头挺长啊！”林田尖叫一声，尴尬回味。卧槽，怎么是唐年？他怎么还是死皮赖脸的来了？林田说什么了？声音太小听不见，但唐年怎么骂人啊？服了，这是个享受的慢综，他怎么上来就骂女嘉宾，真恶心。我懒得计较，站好位置，准备把我猫叫过来。苏苏，来妈妈这儿。但是我的小奶牛，它一动不动。石之南的哈士奇蹭一下就凑我面前来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得好，但你先别想。唐年和石之南，不，这绝不可能。我瞳孔震惊。石之南懒散转头，他也叫苏苏，扶苏的苏。我就知道，房子守住了。我勒个豆，吓死妈妈了！所有人手机传来消息提示音，
嘉宾们现在请2结队自由分组，接下来互相和对方宠物互动吧。林田看到消息，率先走到石之南旁边，他自信甜笑：“之南，我们之前合作过，再合作一次吧。”哇，林田宝贝好勇，好配，好配，已经开始磕了。我坐在草坪上托腮看着，吃瓜吃得津津有味。石之南听见林田说话，轻轻抬眸，礼貌道：“不好意思，我已经组好队了。”林田一愣，他明明是第一个上前说话的。我还没来得及乐，就看到石之南转头看向我，眼神危险。唐眠是吗？啊！我皱了皱眉，突然想到那天来之不轨的支票，随即淡定应声：“哦，是啊。”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唐眠又在炒作什么我看不懂的东西？不对劲，石之南今天不对劲。林田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转头走向歌手白晨。我接过苏苏的牵引声。开始的开始，一切都是那么诡异的正常。草坪上所有嘉宾的氛围都祥和安静，直到远处湖边传来一道响亮的哨声，苏苏我的胯下咻就窜了出去。我腿一软，骑在哈士奇身上狂奔30米，一个漂亮的急刹，我一头栽进了泥潭。我是被石之南从泥里拔出来的。很好，我现在知道石之南为什么要跟我一组了。谋杀，这是赤裸裸的谋杀。石之南抱着我跟擦小孩子似的擦脸，眼眶都吓红了。我一转头，叭一下推开他。哼，假惺惺的男人。石之南默默跟在我身后，少见的沉默。不对劲，冲洗完总感觉不对劲，好像对泥潭里什么过敏了，眼睛止不住的啪嗒啪嗒掉眼泪。我走出洗手间，鼻子超级酸，整个哭成了泪人。外面只有石之南在等我，他哪见过这种场景，直接怔住了。唐眠，呜呜，我不是，呜，我内心一整个大无语。咱们就是说，因为过敏，现在哭的话都说不了一点。石之南手都抖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眼尾也红了。他开始莫名其妙语无伦次，声音颤抖：“对不起，唐眠，我不是有意，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你别哭啊！”我惊了，好家伙，石之南还能这么有良心呢？我眼珠子都快哭出来了，一整张小脸上全是眼泪。石之南过来扯住了我的衣角，他红透的眼尾竟然也落了2滴泪。我一时间僵住了，他发颤声音诚恳的让人心疼：“唐眠，你别哭啊！”我努力抑制，清清嗓子：“石之南，你发什么神经？我哭是因为过敏，你哭什么？”石之南沉默半晌，渐渐恢复了一张大臭脸。他淡淡道：“我也过敏。”我皱眉：“你对什么过敏？”眼泪。还有这种过敏源吗？我要换组。出了门，我直奔离我最近的一个人：“你好，我叫唐眠，我想跟你一组。”白晨一愣，随即点头笑道：“好啊。”林田自然愿意跟我换。石之南冷眼在后面直勾勾地盯着我，总感觉有些幽怨。石影帝刚刚和唐眠进去做什么了？总感觉石之南今天怪怪的，管他呢，反正换组了，自由活动时间。我坐在白晨旁边，瞬间被他乖巧的金毛吸引了。白晨笑着看我：“怎么，你喜欢他吗？”我毫不吝啬地点头：“对呀，好乖，不像苏苏，神经病一样。”说完，我开始转头找苏苏，一抬眼，那小败家玩意儿正乖乖在石之南怀里采奶。石之南瞥了我一眼，下一秒一屁股就坐过来了。他漫不经心扔了一句话：“这儿凉快。”我转过头看向白晨：“你刚给他洗过澡吗？”“好香。”“对，洗得比较勤，卫生一点。”我客气地夸了一句：“你好精致啊！”话刚说完，耳边突然悠悠传来石之南的小声嘟哝：“精致的男人容易出轨。”我装作没听见，继续听白晨说话：“晚上有时间可以一起吃海鲜啊。”“可以。”我话还没说完，耳边就传来了阴阳怪气的声音：“海鲜好啊，尿酸高了容易痛风。”“可我们还是吃青菜吧。”我看向白晨。石之南再次开启碎碎念：“烂掉，青菜全部烂掉。”我忍无可忍，把头转了过去，小声回击：“石之南，你要死啊！你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石之南眼神懒散，半晌悠悠道：“唐眠，你挑人的眼光能不能好一点？他一看就是个渣男。”我噎住，他渣不渣关我屁事，我只是喜欢金毛，气不过，我起身离开。走之前，身后依稀传来石之南莫名其妙的笑声。这是一档慢综艺，初衷是嘉宾带着自己宠物宝贝享受生活，但导演便招法的想让节目更加有爆点，于是新的规则直接诞生。在每个宠物身旁画个圈，谁家宠物先从圈里跑出来，主人就必须回答网友提问的犀利问题。听完规则的瞬间，我和石之南默契地对视一眼。坏了，冲我们俩来的！看着圈里正准备随时发疯的奶牛猫和梗着脖子随时准备战斗的哈士奇，身旁其他嘉宾已躺平。好，你们这么玩是吧？那我的兴致可就来了。哈哈，这规则他俩真的没惹到节目组吗？
快问石之南，快点！为什么总感觉他最近不在状态？肯定是被唐眠炒作闹的。果不其然，石之南第一个中招。主持人瞬间开始流程。好的，接下来是来自网友的提问。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很久了。记得时影帝是有吃糖症的，但最近好像很久没见时影帝吃糖了，这是怎么回事？石之南抬头懒散地笑了笑，然后转头就看向了我，怪怪的，内心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接着，石之南盯着我，开始慢慢提唇，不敢吃，怕被人抢，抢就算了，还钻人裤裆。我什么？这简直是危言耸听！那是意外，意外呀！好祥鼠，人以笑疯，哈哈，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吧？怎么突然发现石之南和唐眠相爱相杀的？好好磕，怎么回事？终于被发现了，我的食堂 CP 早就偷偷磕了，怕被骂，不敢吱声。某你家的粉丝别蹭行吗？真无语了，正主蹭，粉丝也蹭，给我们家哥哥留点活路吧，求求了！石之南话一出，主持人都磕了一回 CP。紧接着，苏苏也跟个二大爷似的走出了圈。主持人看向我，唐年，有网友扒出你是守护甜心的头号狂热粉丝，而石影帝腰间的纹身又恰好是，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顿时深吸一口气，死亡笑容看向石之南，也不仅仅是一点关系。我那是小时候的寄托，才不像某些沉迷二次元的男变态。石之南，卧槽，原来唐眠这么勇的吗？哈哈哈，男变态，笑死我了！哇，他俩在这互相内涵，真的好好磕。明明就是已经跟唐眠撕破脸了，能磕的都神经病吧？但是唐眠的描述一点信服力都没有。主持人有点犹豫开口：“唐小姐，网友们说你的答案没有信服力，请说详细一点。”我一怔，开始努力回忆当时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妈妈的一个委托人来家里借住了大概几年的时间吧。我妈说那小孩好像没人要了，特别孤僻，她看他可怜，让我陪他玩，但他总抱着手机不说话，也不理我。我哪受过这种冷落？我能惯着他？我二话不说抢了他的手机，天天逼着他陪我一起看守护甜心。笑死了，唐年怎么有种亲手养了他奶瓶的感觉？哈哈，小孩好可怜，本来就有心理创伤，又被唐年霍了一顿，怎么有这么有喜感？我真服了。小孩，我是真的会谢。看着众人惊掉下巴的表情，我一脸迷茫地耸了耸肩。你们看我干什么？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哦，对了，不信的话，这还有他的照片。我打开手机壳，背面掉出一张模糊的图片，但是被塑封得很好，一看就是还挺珍惜。众人都瞪大了眼睛凑过来看，他们点头信了我的说法，只有石之南低着头，没有半点兴趣。看着看着，一不留神，奶牛猫和哈士奇在圈外扭成了一团。主持人尴尬地看了石之南一眼，好像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石影帝的。石之南仿佛刚从自己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他礼貌点头回应。主持人清了清嗓子，这个问题跟刚刚唐年的问题是有点像。那么网友想知道，石影帝身上守护甜心的纹身又是怎么来的呢？石之南这次没有看我，他盘坐在草坪上，双手后仰，声音淡淡的，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个很多年没有见过的人。如果当初没有他的存在，我会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医生教我吃糖缓解，但是他太吵了，吵得我根本没有时间难过。对不起，但我怎么这么想笑？哈哈，这是什么？救赎中带着一点沙雕。没人觉得唐年和石之南的故事能接起来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在他家里的那几年，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一段时间。石之南突然说出这句话，然后缓缓转头看向我。我突然就一个机灵，瞬间瞪大双眼。什么？我捏起手中那张小男孩的照片，指尖缓缓颤抖。下一秒，我激动的失声尖叫：“石之南，你就是小时候睡觉尿我床上那哥们，石之南！”弹幕，我眼泪都出来，你就给我说个这。石之南瞬间咬牙：“是我。”我正常的思绪渐渐回神，我整理好心情，突然神情严肃地看向石之南：“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10几年了？”石之南一愣，怔怔起唇：“我也是。”但石之南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眼含热泪，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的就朝着石之南扑了过去。臭小子，把偷我的守护甜心周边还给我！那可是10几年前的限量版啊！喂！石影便目瞪口呆。医院，急诊医生愣愣地看着2张熟悉的面孔，尤其当看到石之南背上奄奄一息的我时，他无比淡定。报应来得这么快吗？我的沉默震耳欲聋。怎么了？太激动，低血糖了。医生点了点头，开始开单据，症状轻微，还没严重到需要跑到急诊这边办上。石之南悠悠开口：“有没有一种可能，需要来急诊的是我？”他额前的碎发掩盖着异常苍白的脸色。医生沉默了，细说。紧接着，石之南抱我放到病床上，深深看了我一眼。他欲言又止。
我一咬牙，瞬间豁出去的扁开麦。我刚刚晕倒的时候坐他大腿上了，医生眼神疑惑，但我看着小伙子大腿不像骨折的迹象啊。哦，大腿根。医生瞬间一个机灵，现在是几级疼痛？出血了吗？你还把他背过来，这么重，你不要命了？石之南清晰凉气，咬牙开口，不带过来，我怕他低血糖一犯死路上。石之南淡淡的看了我一眼，我瞬间心虚的低下头，看着石之南疼得紧攥着手，还来照顾我的情绪。我立马就觉得他一点都不讨厌了，甚至还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睛。凌晨2点，2冤重在急诊挂水。OK， 石之南好像更冤一点。从刚刚开始，我们2个谁都没先说话，尤其是刚刚知道石之南身上纹身的由来，气氛一点点变得奇怪起来。终于，我受不了了，抬手戳了戳石之南，那个啪，急诊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我呆住，老爸，你来干嘛？唐振国先生气喘吁吁，一进门眼前一亮，嚯，新男朋友！你说我来干什么？助理跟我说你低血糖躺下了，吓得我从床上爬起来就飞过来了。我干笑，谢谢你哈。不过我爸脸上瞬间就换上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不过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我懂，我走。我瞬间满脸黑线，您走哪去啊？我真服了，怎么会有迫不及待把女儿嫁出去的爹呀？我刚想跟他解释石之南的事，就看到我亲爱的唐振国先生嘴唇一张一合。我当然要走，你都活了20几年了，好不容易有男朋友，可得保护好喽。你什么你？我告诉你，唐眠，你现在就把手机后面那张破照片扔掉。爸，你暗恋那臭小子10几年，就因为他一个男朋友都不找，我看见那张照片就来气。你在口出什么狂言？哈哈，洗了算了。说完，我爸抢过我手机就跑，边跑边说：“这小屁孩说不定死哪了，这人啊，执念不要太深。”然后他走了，走得那么干净，留下了我满地的自尊。静，死一般的寂静。我可以解释，我爸刚刚瞎说的。石之南转过头，他额间碎发清冷，直勾勾地盯着我。他说什么了？我一愣，你没听到啊？石之南却突然扯唇勾笑，看得我一头雾水。听到了，听到什么了？听到他问我死哪了。我正呆滞地在消化石之南的话，突然他竟然俯身猛地靠近，细碎的鼻息喷洒在我脸上，独属于他身上好闻的味道顿时席卷而来。我猛地大脑一片空白。唐眠，石之南的脸近在咫尺，我仿佛能感受到他睫毛轻扫在我的鼻尖。干什么？我不自觉地吞咽口水，耳尾瞬间绯红一片。然后我就看到石之南缓缓抬眸，你压我输液管了。哦。唐眠，你脸红了。小时候家里人工作忙，我一个人长大，经常自说自话，有时候情绪还特别激动。妈妈先察觉了异样，后来她说我是躁狂症。我不懂那么多，我只知道当时看谁都不顺眼，并且有想不完的话要说，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了幻想。我对着空气拳打脚踢，豪情壮志，我会魔法，你们都别来沾边。发完疯，突然发现面前站了个小男孩。他神情阴郁，一脸看神经病的样子盯着我，满是嫌弃。妈妈走过来，告诉我他叫宋石，是他委托人的孩子，可怜的没地方去了。妈妈说或许他能陪陪我。我扔了手中的魔法棒，绕地打量了他一圈。我眯着眼，没事，以后姐罩着你。但他不理我，他就每天就做一件事，默默地坐在飘窗上往外看。他才6岁，但跟一个60岁抑郁老头子也没什么两样。当时我家还没那么有钱，爸爸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我和宋石每晚挤在一张床上，他一句话都不说，好像很害怕黑。但我可憋不住，少说一句话我就脑仁疼。于是我每晚都跟宋石讲一些有的没的。我感觉我差点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而且宋石不听还不行。我会神情激动地扒他捂着耳朵的手，把宋石手按在床上，趴在他耳朵边上说。渐渐的，宋石不再阴郁了，他一脸疏离的表情渐渐变成了无语。后来宋石会偶尔回应我，甚至主动来听我说话。他开始会笑了，但我的情况还是没怎么变好。我会无缘无故冲他发脾气，吼他，但回过神来，我都会默默跟宋石道歉，对不起，我生病了。可能以后我会变成一个疯子，但到时候你也不会记得我了吧？宋石静静地看着我，他学着我之前的动作，轻轻抱我。你没病？不，我有。我少见的低下头。学校里的同学都说我是神经病，动不动就发疯。他们还说我会打人，以后会进监狱。我抬头看向宋石，眼里亮晶晶的。宋石，在学校我们还是假装不认识吧？不，我抬头。他说得很坚定。但是后来我退学了，医生说我的情况不适合群体生活。宋石没有犹豫，默默的也填写了休学申请书。妈妈请了家教，
我问宋石：“你不怕我打你吗？”宋石写字的笔尖一顿，睫毛掩去了眼神里的情绪。他说：“随便，只要你愿意，我不想再随意发疯了，我不想伤害宋石。”每次看到宋石手臂上新增的划痕，我都心跳一颤。我记不清是不是我做的。宋石从来不怪我，他会在我失控的时候紧紧抱我，像小时候一样，在我身边静静地讲故事。宋石，对不起，你没错，我悄悄在发病的时候狠狠掐自己。宋石开始变招法地转移我的注意力，他会陪我做饭，推我荡秋千，给我讲笑话，还会抢我作业，偷我的守护甜心周边。渐渐的，我对狂躁脱敏了，我懂了喜怒哀乐，开始变得像个活生生的人。我看着哪也找不到的周边，没有发怒，而是把宋石按到沙发上，让他陪我看了5遍守护甜心。我靠着宋石的手臂，情绪从来没有那么稳定过。时间就这样过了将近5年，宋石又一次藏起了我的守护甜心周边。我把家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不过我一点都不生气，反正宋石总会惯着我的。我坐在秋千上，静静地等着宋石回家。但那天的夕阳很美，宋石再也没有回来。妈妈说宋石家里出事了，他以后都不会回来了。我不信，怎么会呢？宋石说过会陪我一辈子，他从来不会食言的。唐眠，你脸红了。石之南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我记忆疯狂涌现，心跳如鼓，疯狂悸动。我慌乱躲开，你看错了，我不敢看他。我长达10几年的暗恋，在他面前根本无处遁形。但是他现在是石之南，会不会小时候的事对他而言只是一场荒诞的玩笑？石之南之前听到我暗恋他的那些话，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那个不管你刚刚听到了什么，刚刚我爸说的都不是真的，那只是我逃避相亲的借口。我语气有些激动，手臂差点撞歪书页架。石之南稳稳地抓住我，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唐眠，好久不见。”几天后，我拿着手机偷偷盯着和石之南的对话框，写过的字删删打打。正巧我碰瓷石之南的词条再次上热搜，井号唐眠再次装晕开游影帝，井号唐眠石之南小时候认识，井号中年富豪深夜探病唐眠疑似幕后大腿，井号唐眠情妇脚踏2只船。我见过这男的，商界大佬啊，限量版保时捷，唐眠这只攀得够高的呀，他倒真下得去嘴。有这么个有钱的大佬，他居然都糊成这样的，他怎么敢有脸再去招惹石之南的？真尼玛恶心！公司林田站在我身后，公然内涵我，都21世纪了，怎么还会有想要脚踏2条船的人啊？你不会以为这件事爆出之后，石影队还会正眼看你吧？我瞥了他一眼，懒得跟这种格局都没有的人浪费时间。我现在只想知道，当年宋石为什么离开，还改了名字？为什么食言？我想知道这些年他到底有没有想起过我。我不在乎网上的任何言论，但网友们吵得正在尽头上。突然软件网络瘫痪了，石之南发布了一条声明，退圈声明。石之南 V， 当初进娱乐圈只是为了失联10几年的人能找到我，现在我终于等到他了。28唐眠，我的身形在路灯下顿住，愣愣地转过身，看着石之南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的样子。我想我不需要答案了，没人问任何问题，我们就像相处多年的情侣，简单自然。我笑着看向石之南，别告诉我相亲那一趴是你自导自演的，不然呢？某人一直认不出我，我还不能想点别的办法拐走他吗？石之南走近，瞬间一脸幽怨，哪成想钱丢了，还被人踹了。才不怪我，你当时真的很像个男变态。怪我？我抬头看着石之南，眼神悄悄闪烁。他勾唇低头，缓缓靠近，遮住了我头顶路灯的光线。所以，唐小姐，现在我可以追你了吗？是吗？我偷笑，我可是很难追的。如果你会追很久呢？一辈子够吗？我静静地盯着石之南的眼睛，我现在不需要问他经历什么了，因为他有一生的时间来跟我讲。那我想想吧。我背过身，悄悄弯起唇。石之南，好久不见。